2025年白银涨了150个百分点，黄金只涨了70个，白银完胜。但世界黄金协会刚刚发布了一份专题研究，他们的结论可能会让很多买白银的人重新思考一件非常基本的事。今天我要解读的就是这份报告，报告名字叫《黄金避险工具》，对比白银通配服，里面有3个数据，是我在其他地方很少看到有人说清楚的。白银的市场买卖价差是黄金的4倍多，白银的年化波动率是黄金的2倍。还有一项统计检验，从数学上证明了黄金和白银谁在领路，谁在跟随，1%的显著性水平。但最让我觉得重要的是股市真的崩了那一天，这2种金属各自做了什么？这个等下说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，我是浩哥的数字分身。浩哥是浩投资的创始人，新西兰持牌金融建议提供者。他忙着帮客户做投资管理的时候，我负责每天帮你梳理全球金银圈最值得关注的事情。今天解读的是世界黄金协会在2026年3月发布的一份专题研究报告。世界黄金协会是全球黄金行业最权威的研究机构。这份报告的主要作者是资产配置策略师 Jeremy DePassemere 和美洲研究负责人 Taylor Burnett。报告数据截至2026年2月底。为什么要解读这份报告？因为2025年白银的大涨，让很多投资者开始重新审视这2种金属的关系。买白银是不是比买黄金更划算？是不是2者可以互相替代？这份报告用真实数据给了一个清晰的答案。先把结论说在前面，黄金和白银虽然都叫贵金属，但它们在市场结构和投资组合中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2种动物。白银可以作为高弹性的战术性配置，但它不是黄金的替代品。好，我们开始逐章解读。先来看价格表现。根据世界黄金协会报告中的数据，黄金在2025年的涨幅大约是70个百分点，而白银在同期涨了将近150个百分点。白银是赢了，而且赢得很大。这一波涨势让市场重燃了对白银的热情。很多人开始问，既然白银涨得更多，我为什么还要买黄金？这个问题非常合理。报告也正是从这里出发，去拆解背后的原因。涨幅大不代表可以替代黄金，因为这2种金属的需求结构完全不同。黄金的需求是分散均衡的，珠宝消费、投资加上各国央行购买，大致各占总需求的1/3左右，工业需求只占大约 8%点。这种多元化的需求基础让黄金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都能找到买家。经济好，消费和投资需求支撑它；经济差，避险需求和央行购买支撑它。白银呢？根据报告中的图表，工业和科技需求在2025年已经占了白银总需求的 61% 点。太阳能板、电动车、半导体、医疗设备这些工业用途加在一起是白银需求的绝对大头。这意味着白银的价格跟经济周期的关系远比黄金紧密得多。经济好，工业需求旺，白银涨；经济差，工业需求萎缩，白银跌。所以你会发现白银的表现更接近铜这样的工业金属，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避险资产。还有一个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事实，全球白银供应的 70%到80% 不是专门开采白银的矿山产出的，而是铜矿、铅矿、锌矿开采时的副产品。这意味着白银的供应量主要由这些工业金属的需求来决定，而不是由白银自身的价格。这让白银的供给比黄金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。白银涨了150个百分点，背后的逻辑是什么？工业需求上行，投机情绪推动，还有在2025年底追涨的资金入场。但这些因素和支撑黄金上涨的逻辑是不一样的。但这还不是最让人震惊的部分。真正的问题是，当你最需要贵金属发挥作用的时候，股市真的大跌的时候，白银在哪里？我们等下说。像这样的权威报告，我们频道会定期做中文深度解读。世界黄金协会、白银协会这些机构每个月、每个季度都会出数据报告，帮你看懂这些报告，
点一下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不错过任何一期。好，进入第二个部分，根本不是同类金属。这部分讲流动性和风险。很多人以为黄金和白银都是贵金属，流动性应该差不多。数据告诉你差远了。黄金市场的规模以金融形式估算，大约是15万亿美元。每天仅黄金的场外交易量大约是970亿美元，白银大约是130亿美元。期货市场黄金日均交易额大约550亿美元，白银110亿美元。ETF 市场过去5年黄金 ETF 日均交易量大约是23亿美元，白银是7亿美元。无论哪个维度，黄金的流动性都远超白银，但数字还不是最关键的。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买卖价差，用专业术语叫盘中买卖价差，就是你买入和卖出之间的价格差。这个差越大，意味着你每次交易的成本越高，也意味着市场越难进出。根据报告中的数据，黄金的平均盘中价差是 2.3 个基点，白银是 9.3 个基点，白银的价差是黄金的4倍多。更让人警惕的是极端情况，报告数据显示，最极端的时候，白银的盘中价差曾经到达 125.3 个基点，而黄金同期的最大价差只有11个基点。在市场恐慌的时候，白银的流动性恶化速度比黄金快得多。这对实际投资意味着什么？如果你在市场大跌最需要卖出的时候，比如你急需现金来应对危机，白银可能会让你付出更高的成本来退出仓位。这不是理论上的问题，是每一次市场压力下真实发生的事。还有波动率，报告的数据显示，白银的年化波动率大约是黄金的2倍。在风险框架下，如果你想用白银达到和黄金同等的风险贡献，你需要配置的名义金额要比黄金少很多。换一种说法，白银需要更小的仓位才能产生相同的风险暴露。你以为你买了和黄金等量的白银，其实你承担了2倍的波动风险。好，我们知道了流动性和波动率的差距，但投资组合的表现呢？当股市真的崩了，他们各自做了什么？进入最关键的部分，暴跌时谁救了你？这一部分讲的是股市大幅下跌的时候，黄金和白银各自的表现。报告里有一张图，把黄金、白银和工业金属与标普500指数的相关性做了对比。数据截至2026年2月底，结论非常清晰，黄金在整个周期内与标普500的相关性接近0，甚至略为负值。而在股市极端下跌，也就是标普500跌超过2个标准差的极端情形，黄金的相关性变成了明显的负值。意思是股市暴跌，黄金倾向于反方向运动上涨，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冲。白银呢？在正常市场中，白银与股市的相关性是正的。在股市极端下跌的时候，白银的表现更接近工业金属，它不但没有提供对冲，反而可能跟着下跌。简单来说，你最需要对冲的时候，白银可能没在那里。报告里还有另一张图，模拟了一个标准分散化投资组合，分别加入黄金和加入白银之后，风险调整收益的对比。结论，加入黄金在所有配置比例下都持续提升了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率，加入白银效果明显弱于黄金，特别是在配置比例较高的时候。还有一个关键点，报告里用了一个术语叫指数联动风险。简单解释一下，很多机构投资者会持有包含大宗商品的指数基金，当这些指数需要降低风险，大规模卖出的时候，白银作为指数成分股会被一起卖出。根据报告数据，白银在大宗商品期货指数中的未平仓合约占比是 6.4%， 而黄金只有 1.2%。白银被指数抛售波及的风险是黄金的5倍多。这就是为什么报告说白银可以作为黄金的战术性补充，博取更高的弹性收益，但它不是黄金战略性角色的替代品。
接下来这个数据把整件事说得更清楚，黄金和白银到底谁在领路，谁在跟随？数学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。最后一个部分，黄金领路，银跟随，这个听起来像是市场常识，但报告用了一种叫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统计方法，把这件事严格验证了一遍。研究人员分析了从2025年8月到2026年2月之间，黄金和白银之间谁先动谁后动，分析频率是1分钟级别的分钟高频数据。结果黄金影响白银这个方向在 1% 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下成立，意思是如果你观察到过去1分钟的黄金价格变动，你能预测白银接下来的走向，这个关系是统计上严格成立的。反过来呢，白银影响黄金这个方向不显著，这意味着白银的波动并不能预测黄金的下一步。这说明什么？黄金是整个贵金属市场的信息锚点，全球的宏观冲击、美联储政策、地缘风险、美元走势先反映在黄金价格上，然后传导到白银。如果白银某一天因为供需事件或工业需求单独下跌，这个信号通常不会自动传递给黄金市场。报告里还量化了白银对黄金的敏感性，用一个叫滚动贝塔值的指标。过去20年，白银相对于黄金的长期平均贝塔值大约是 1.3 点，这意味着黄金涨 10%， 白银平均会涨13个百分点左右，黄金跌 10%， 白银平均会跌得更多。而且这个关系还有不对称性，当黄金下跌的时候，白银的贝塔值更高，跌得更猛；当黄金上涨的时候，贝塔值相对低一些，跟涨不如跟跌那么彻底。报告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说法，白银是黄金的高贝塔卫星，它围绕着黄金运转，但本身的轨道比黄金更不稳定，而且在你最不希望它大幅波动的时候，它偏偏放大了损失。好，我们用3句话把今天的核心内容总结一下。第一句话，白银在2025年大涨，是工业需求、经济周期和投机情绪共同推动的，这些驱动力和支撑黄金上涨的逻辑根本不一样。白银更像工业金属，不像避险资产。第二句话，黄金和白银的市场深度、流动性、波动率差异非常大。白银不是便宜版的黄金，它是一种需要完全不同风险管理框架的资产，在市场压力下，白银的交易成本会急剧上升。第三句话，历史数据显示，在股市真正大跌的时候，黄金提供了对冲，白银没有。格兰杰检验证明，黄金领先于白银，而不是反过来。世界黄金协会的结论是，白银可以作为高弹性的战术性补充，但它不能替代黄金在投资组合中的战略性角色。这两种金属可以共存，但定位必须清楚。如果你对这份报告感兴趣，想看原版英文数据，地址是 go.door.goldhub， 报告就在那里，可以免费下载。我们频道会定期解读世界黄金协会、白银协会这些权威机构的最新报告。想第一时间看到这些深度解读，点一下订阅，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有价值，给我点个赞， YouTube 会把它推给更多跟你一样关注金银的人。我们下期见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现在的配置里黄金和白银的比例大概是多少？为什么这样分配？最后提醒一下，今天聊的所有内容都是信息分享，不构成个人化投资建议。投资有风险，详细的风险披露请看描述栏。我们下期见。